温情看着如同换了一个人的魏婴，却也以为那日所见不过是家人面前的小儿心态。温情便依着礼回道：“魏公子，好说。既然如此，便可进行针灸了。”魏婴耐着性子缓缓说道：“今家复成百家之期盼，特寻师祖以灭妖兽。这妖兽一日不除，百姓、仙门百家便处于恐慌当中。应无特长，但也想要出一份力。”温情看着侃侃而谈的魏婴若有所思。魏婴看着温情清澈见底的眼神，心底有点发虚，可一联想到蓝湛对妖兽的描述，神情逐渐沉重起来。温情看着魏婴似在等他的回应，于是开口说道：“魏公子，先治疗。”若不是之前看着他那发虚的眼神，差点被唬了过去。温情看着如同被雷劈了一般的魏婴，不由痴痴地笑了出来。檀香的香味在室内晕染开来，温情从魏婴身上拔出银针，仔细擦拭后收回针带。“魏公子，现在你可以去行侠仗义了。”温情不由打趣道：“这伤是阻拦不了你前进的步伐了。”魏婴伸手摸了摸鼻梁，嘿嘿，秦姑娘，那在下先行告退了。你隔个4、5天便需回来针灸和服药，谨记。谨记，必当谨记。蓝湛，你怎么在这？魏婴惊讶地看着来人，眸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惊喜。魏婴从来不是个藏得住心事了的人，他的演技非常差。随着蓝忘机的话语，魏婴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，微微颤动的身躯隐忍着笑意。哈哈哈，蓝湛，你这个人呐，你再多简洁明了的话语，不愧是蓝湛。但这2个字怎么那么讨人喜欢呢？如果不是想着蓝湛的不与旁人接触，魏婴就要搭上蓝忘机的肩膀了。蓝忘机不知为何突然爆笑的魏婴，只是看着明媚如初的少年，心底不由软了几分。蓝忘机知晓魏婴的个性，喜动，不爱喝药。想着魏婴趁着魏前辈的离去极大可能会离开不夜天，蓝忘机便早早等在了不夜天的城门口。果然，魏婴笑着拍了拍胸口，豪气道：“蓝湛，我们一起去夜猎吧。”哎，这么说起来，你好像一直都是单独夜猎的，我是不是头一个呀？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出去，魏婴并未等到蓝忘机的回应，可他从来就没在意过，偶尔有个就非常满意。魏婴打开了话闸，像只小鸟一直叽叽喳喳的闹个不停。但是蓝忘机很享受2个这样相处的模式，因此魏婴也就错过了蓝忘机微微上扬的嘴角。而蓝湛的眼中从始至终只有那个爱笑的少年，静静地听着他的故事，那些不曾参与的故事。不知不觉间，2人来到了一处小山庄，整个山庄空无一人，静寂无声。魏婴握着随便，环顾着周遭，大拇指下意识地摩擦着随便的剑身。蓝忘机微微蹙眉，取下忘机琴。蓝忘机看了一眼魏婴，2人许是默契或者其他，魏婴很快懂得了蓝湛的意思。魏婴站在蓝湛身边形成守护。蓝忘机将左臂作为忘机琴的支撑点，右手在琴弦上弹奏，一首问铃缓缓从琴中淌出。当琴弦波动的那一刻，空气中小幅度地波动了一下，最终化为平静。蓝湛，可有亡灵？魏婴看着依旧面无表情的蓝忘机，但也能感受蓝湛的气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是一种对未知的谨慎。无，蓝忘机回答道。魏婴一个飞跃跳上随便，上升至空中，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，魏婴的瞳孔下意识的缩小，悄悄地御着随便回到了蓝忘机的身边。蓝湛，碰到妖兽了。魏婴悄悄靠近蓝忘机，低声说道。蓝忘机微微抿嘴，先撤。魏婴朝着蓝忘机点了点头，敌强我弱不宜硬拼。2人便遇见离开了那个山庄，于一处山林落脚。不等蓝忘机询问，魏婴便将自己的所见如实告知。随着视野的扩大，魏婴见着整个山庄非常大，如同魏家祖宅一般。随地的灵气与珠宝，应该是修仙世家的一处住所。山庄的中心部分有着一座小山，细看之下，小山竟在微微上下浮动，如同人睡觉呼吸带来的起伏一般。魏婴操控着随便围着黑色的小山绕了一圈，看着大概的轮廓，妖兽的模样渐渐成型，但是尚缺头部，具体为何妖兽便无从考据。山不是山，是妖兽巨大的身躯，规律性的弧度像是鸟类的羽翼，似是陷入沉睡。当魏婴和蓝忘机描述完，蓝忘机说道：“该妖兽体型怪异，似马却有翼，
似牛却又独角，食人灵魂。吃人灵魂的妖兽。魏婴杵着下巴问道：那不是死了连轮回都入不了？蓝忘机闻言微微颔首，两个人顿时陷入了沉寂，两人都思索着应对之道。然而比二人大了一轮又一轮的前辈都无法将其解决。两个少年又能如何？魏婴忽然想起阿爹临走前一天，似乎说的是降服而非灭绝，因这不确定，魏婴整个人半蹲在了地上，仔细地回想当天阿爹的话语。蓝忘机不知魏婴为何突然半蹲在地，望着草丛发呆，因此蓝忘机紧紧地站在魏婴身边，手握着臂陈，以防外界突如其来的攻击。上古妖兽现身，已有多个家族遇险，此次希望抱山赛人出世降服妖兽，